人真的是超級多的，只幫人家拍照，酷的，邊種了很多波波草，也很多人慕名而來看這個波波草拍照的最佳景點的制高點，是前間神社跟富士山。這裡就是富士山腳下非常多的天鵝。我们现在來到了富士山，河口湖富士山。富士山今年的話，雪量沒有到很多，所以上面的白雪稍微有點稀稀落落的。現在是禮拜5早上，人還是很多。對，然後上面的神社啊，還有纜車也都非常非常的擠。對，所以其實這個景點還是以觀光客為主啦。對，個人覺得就是有來一次。看到很漂亮的富士山不錯，但是比較多觀光客，稍微會比較擁擠一點。哇，人真的是超級多的。哇，這裡還有人專門的攝影師幫人家拍照，酷的。然後整個河口湖應該都是台灣人吧？哇，後面就是富士山，正常版的好不好？但是人超級無敵多。呀。請各位協助。這邊我們現在到的是河口湖自然生活館旁邊，但這邊很有名，就是這個生活館旁邊種了很多波波草，也很多人慕名而來看這個波波草，小小的一球一球的，非常可愛。這個就是這邊很有名的波波草。然後呢，它在這個自然館的對面，就是很明顯的一大座山都可以看得到，所以很多人會想要過來這邊。來看這個波波草跟富士山。我們現在來到了淺間神社，對，這個是在富士山河口湖旁邊的一個神社，非常多人，人非常非常多，就是當做沒有來過第一次來看到的。這個淺間神社好像大約要走300多階到最上面，那我們就先沿着這個階梯慢慢走吧。這邊已經到了淺間神社，其實比想象中的小，但還算壯觀啦。那到這個淺間神社的山腳，就可以看到整個富士山。但是現在下午的話，它能見度稍微沒有早上在河口湖看的那麼高，但也是不錯。就是運動一下，其實也還好，300多階，大概快則5-6分鐘，慢則最慢十幾分鐘也會爬上來。所以其實如果沒有來，像我一樣沒有來過，也可以推薦大家來一次看看。最後就是爬上這個步道旁邊，然後到後面這個淺間神社跟富士山合照，就是大家必來的景點。沒有來過，雖然說很多觀光客，但是還是上去一次看看好了。哇，這邊就是富士山腳下的街景。這邊上來的就是今年的富士山跟神社，來個觀光客的合照。富士山、神社、淺間神社跟富士山一起合照。那今天的淺間神社目的就達成了。這個就是淺間神社的拍照的最佳景點的制高點，是淺間神社跟富士山，淺間神社、富士山一起合影，滿滿都是人啊！這個全部都是人，而且好像大概有1半以上都是台灣人了。現在到了我們今天河口湖要住的飯店。開箱給大家看一下，這是一間我覺得還蠻大的飯店。對，哎，這個是我們今天住的飯店。左邊就是 check in 的地方 counter， 他會先引導你到這邊的座位去做 check in 的填資料動作。那這邊左邊還有一個名產的販賣部。那這邊的 check in 的咖啡吧都是免費的，然後有全景的落地窗，還蠻棒的。就是會在那邊輔助你填資料，然後會有你專屬的管家幫你配好這邊的衣物。這邊就是你的一些毛巾啊，還有盥洗用具的
地方。對，那這個飯店是一個很大的飯店。你繼續往前走，它1樓除了外面有公共游泳池以外，那旁邊還有一個大浴池是公共的，但是有時間限制啊，太晚的話不能泡。就是這個大浴池的部分，對，然後樓上還有觀景台，大浴池是從這邊下去，對，那浴池的話就不方便拍了。那最後就是這邊電梯上樓房間，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河口湖要住的房間。哇，一進來它的玄關非常大，這邊有可以吊衣服的，對，然後還有非常多的層架跟保險箱。還有這個就是烘乾的地區，地板鞋，對，那這個是我的小行李，很小，然後廁所就很普通，就不另外介紹了。然後它還有附微波爐跟冰箱，那上面還有一些簡單的茶包杯子。那下面公共區域的話，就有很多的自助的東西，就可以自己拿，我覺得還蠻棒的。那一進來，它其實是有一點一房一廳的。可以從這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，它的話是有一個很長的沙發客廳，那還有個很大的大電視，其實蠻大的。然後這邊是一個小小的辦公區，而且可以直接正面對湖景啊，這是河口湖的湖景啊，其實蠻棒的。再來，接下來是這邊是榻榻米，還有床鋪區域，對，它還蠻大的。然後這間房間忘記多少錢了，我到時候看一下再備註在我們的旁邊，對，跟大家講大概備註多少錢。那整體空間我覺得還算蠻大的，就是有很大的沙發，還有很大的榻榻米區，對，介紹給大家。但這一次的房間還有附晚餐的自助吧，那晚餐的 buffet 就是這樣子，到頂樓去吃這個 buffet。這邊是富士五湖的山中湖，就是非常多的天鵝，然後它就是在這個富士山山腳很多天鵝，但這裡也是聚集非常多的人在餵天鵝，這就是富士五湖後面的富士山，再加天鵝，是吧？也是一個來富士山河口湖附近非常重要的景點。天鵝的話，非常大只跟可愛，哇！這只天鵝好像在整理自己的羽毛。哇，這裡就是富士山腳下非常多的天鵝，還有非常多的人潮，然後也是蠻多台灣人的。哇，超級多的！大家有機會也可以過來餵一下天鵝，雖然很多地方都有天鵝，但是富士山腳下也是別有一番風味啊。